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鲁托比亚 Lab 频道，我是 Lily。这次要来教 Unreal Engine 5.2驾驶 Chaos 车辆教学，展示一下待会教学最终所会呈现的效果。我们开启 Unreal Engine 5.2的版本，然后并且开启专案档。在这边，我有在网络上下载了一个车子的模型，然后那个车子的模型因为没有骨头，所以我自己有到玛雅软体来做绑定的部分。就是这一台车，这台车其实它是有贴图的，只是我没有直接让贴图直接加上我的 mesh， 这个就只是带预设的颜色材质球这样。然后我就在这台车就是做的骨头就是直接全部一个 root， 然后其他4个骨头是针对轮胎的部分。然后全部做完绑定之后，将这个模型还有骨头一起导出去。导出去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将它全部汇入到游戏引擎。那首先我先在这里新增资料夹，然后因为我这只模型是有骨头，所以这个 skeleton mesh 要打勾。那它就会帮我们全部汇进来。我按下了存档键，先让它存档一下。然后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来看看我们的插件是否有没有开启。我们到 Settings、Plugins 这边去寻找 Chaos， 这个 Chaos Vehicles Plugin 要打开，然后它会让你重新启动。重新启动完，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制作。那我们先来做车辆的胖，然后按右键 Blueprint Class。这边我们在这个 All Class 这边去寻找 Wheel， 我们使用 Wheel 的 Vehicle Pan 这个，这是我们的车子 VP。然后选上 Mesh 这边，在 Skeleton Mesh Asset 这边选上刚刚你会录的那台车。现在我们要来新增 Camera， 在这边按 Add， 然后用 Camera 之前，我想使用 Spring On， 就是可以让我摄影机直接挂在这有一个距离，然后继续再加 Camera。然后因为现在的位置它是直接照车头，但我想让它照车尾，所以我选在 Spring On， 然后来做个旋转。
然后我这边 target arm length 我这边调差不多500好了，这样差不多摄影机可以看到的范围。然后这里摄影机设定这边，我不想让它去有这些继承的，我先把这个勾掉。还有我不想要让摄影机有碰撞的效果，先改一下 size， 然后把这个关掉，不想要一个collision的部分。然后接续我们来制作车子轮胎的这个设定，然后选上 Vehicles Movement Components， 然后找到这边有一个，在这边有一个 Wheel Set Up， 然后因为我们有4个轮胎嘛，所以我这边要按4个。然后这个 bone name 就是依据你骨头所命名的那个名字。那我们先来去 skeleton 这边，然后找到我们的骨头，按下右键，选上 copy selected bone names， 然后回来这边再拷贝上。接续我们来制作引擎扭力的设定，然后接续的找到这个 engine setup， 然后这里有2种做法。第一种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Windows 这边点2下，它跳出这个视窗，你就可以在这边新增曲线。那我先在这边制作。然后因为我让它的扭力最大，用预设就好了，300。那我今天这里调整一下范围，300，差不多这样一个300。好的，那这边开始加点。那怎么加点？按下 Shift 点，你就可以一直按点。加点的部分，然后就稍微调一下大概的一个曲线。做完之后，你待会可以看这里，它也会同时出现。然后这边你就可以点这个，就是刚刚所做的编辑，或者是你要方法2，就是这里有一个 external curve， 那这个要怎么去使用呢？首先打开 browser 这边，然后按右键到这个，然后再到 curve 这边选上 curve flow， 一样的，跟刚刚的编辑是一样的，选上差不多的位置，然后这里按右键 add key， 这边就进行加 key 的部分。或者是你按 Enter 快速键也可以增加 key， 然后选上它去移到你要的差不多位置。然后我这边快速做一个曲线，就差不多大概一个这样。然后做完之后，回到刚刚的这边，选上你刚刚所制作的曲线也是可以的。那我这边就直接使用这个 Windows 这样子就好了，就2选1，看个人喜欢哪一个，没有说哪一个比较不好用，就是看个人的习惯。然后接续我们就来开始来做
Chaos Vehicle Wheel 的 VP。做这个的话，因为大多的 case， 它基本上都会至少要求你要做2种的车轮的形态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你有前轮跟后轮嘛，所以至少你会做到2个。这个车轮的话，最主要会受到就是引擎啊、手刹车，还有你在做转动的时候，它会受影响，而另外一个则不会受影响，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个 case， 就是如果说你的轮子有不同的尺寸的话，就是前轮后轮啊，如果尺寸不一样的话，就是也是需要去做的。那我们先来创建我们车轮的 VP。那我们来继续右键 Blueprint Class， 然后这边去寻找这个 Chaos Vehicle Wheels， 选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就要来命名前轮跟后轮。那我先来制作前轮，直接Ctrl+D 就可以拷贝一样的。然后我这边改一下名字，好，然后打开前轮的这一个。那我们这边前轮这边 Type 就是要选前面的，然后 Radius 这边，因为前轮的话，这里手刹车的话，应该比较会使用在后轮，前轮如果有手刹车会比较容易打滑，然后这里会受引擎影响。然后这里轮胎的设定，就是你这个在控制这个轮胎的角度可以多少，我这边改45，是它可以被操控，就是前轮嘛，你转弯的时候那个轮胎它会转啊。那这是前轮的部分。那后轮，打开后轮，这边选上后轮，然后它会被受影响，也是引擎。然后刚刚有说这个 handbrake 要打开，然后这个轮胎的这个控制就不需要了，只有前轮需要。好，这样子我们都有设定好轮胎的部分。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刚刚一开始所做的 Blueprint Car 这边，然后将刚刚这边做轮胎设定这边去选上我们刚刚制作的 class， 那前轮就前轮，后轮就后轮，然后要按下 Compile 键，然后在执行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必须要打勾，不然它没有作用。Simulate Physics 这个要打勾。然后我们来执行。这里执行的话，它还是原先那个人，所以我们这边要来进行 Game Mode 的部分。那我们来创建 Blueprint Game Mode Base。然后这边选上我们的车子，然后再来到了游戏界面的设定。如果说你没有 Word Setting 的话，你就到 Windows 这边把它打开，然后进来之后，这边 Game Mode Override 选上你刚刚新增的那一个。这样子执行的话，应该就有我们的车子，这样就有了。但是这个摄影机方向错了，我们改变一下。
这样子就有了我们的车子。然后现在没有任何你用键盘或者是滑鼠没有任何作用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设定。然后，讲一下那个 physics 的这一个，你可以看到现在的 physics， 现在的这一个车子它是帮我们用成那个胶囊体，然后车轮是这样。那我们可以先来勾选 Show All Bone 这边，然后先把这些胶囊体先给删除好了，因为这个物理的这个效果感觉不是很好，是因为你看胶囊体是横的，但不是真正的球体。那我先把这边删掉，好。然后选上我们车子，然后到右下角这边选上 Sphere，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球体。然后 Root 选上 Single Cover， 这样，这样差不多是我们要的效果，就是让它整个可以包住车子。好的。那我们就来控制摄影机的旋转。那我们到 BP Car 这边，然后在 Event Graph 这边选上 Spring On， 然后这边连上 Relative Rotation， 这里要用2个。因为我想让滑鼠的 X 轴，它可以 rotate 这个力轴，然后滑鼠的 Y 轴去控制它的 Y 轴。那这里用滑鼠 X 4键，这个不是选这个 Mass Value， 是选这个 Mass Events。然后刚说要力轴，那这边在这个位置选右键，然后按 Split Pin 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它就可以去用滑鼠来控制。那我们来执行。现在你用你的滑鼠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动的。那你可以发现呢，现在的车子啊是没有在地板上的，它是浮空的。那我们要来修改一下。那么继续回到 VP Car 这边，不对，是这个 VP Front Wheel 这边有一个 Wheel Radius， 这边要做调整。这边是20，差不多20，这样子它就会下来了。依据你的车子去做一些幅度的调整。那我们开始再来制作车子移动的部分。我先这里做考验一下。然后使用 Vehicle Movement Components 这一个，然后来开始做设定。这里使用要来设定这个油门，然后 brake， 还有手刹车 handbrake brake， 还有操控。
油门、刹车、控制轮胎的，然后手刹车，然后我们这边要来开始设定我们键盘要用哪一个去来按这些。那我们先回到这画面这边，然后选 Settings， Project Settings， 然后左边这边找到 Input， 这边有 Action Mappings 跟 Axis Mappings。那这里 Action Mapping 就是我们手刹车要用的。我用 Space Bar。这个要改-1，那它可以控制左右-1。好了之后，再回到刚刚的 VP， 将刚刚那些新增的都放进来。再复制。按空白键的时候是有手刹车，放开之后就没有。好，这样设定完。然后我们可以来操控，你可以按下键盘，这样子就有动了。但因为目前轮胎还有一些它车子的行为还是比较没有，所以我们要来开始来针对它的 animation 来设定。那我们先选上这个 skeleton， 然后右键 create animation blueprint， 然后来到 class setting 这边 parent class 这边选上 vehicle animation instance。然后我们这边来控制车子轮胎，然后我们这里有个节点叫做 wheel control， 这个 wheel controller， 而这个节点呢，就是它为了避免就是会有一堆动画要做，所以你使用这个的话，它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然后我们还要把它给设回到 Mesh 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使用这个 Mesh Space Reference Pose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车轮就会动。当然要让它正常动，我们还要回到 VP 这边，选上 Mesh， 这里有个 Animation， 将刚刚你所新增的
Animation Blueprint Card 这个加回去，然后我们再按执行。目前来看，你看轮胎，你按 A、D， 轮子就会有跟着一起做改变，这就是我们要的。目前我觉得视角有点太低，我再来做调整一下。这样子，我们车子就制作完毕。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为止。如果说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帮我按下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